传闻工地上有种行当叫做水鬼，是专门负责水下打捞钻头的。水下上来2万，上不来200万。前几年大伯接手了一个烂尾工程，出了点事儿，闹得挺大。有人说以前死了那几个工人回来了，还在继续上工，时不时听到打桩的声音。这事儿越传越离谱，甚至还有人说看到死去的这几个工人满脸是血，趴在窗户上敲玻璃，弄得人心惶惶的。大伯没办法，就让我过来看看。到工地的第一天，一个叫老范的男人接待的我顺带问起了那几个死去工人的事情。老范有些心虚，始终不愿意提这事儿。我把华子递给他，哟，不愧是干工程的，都随身带着的。上道哈，便把整包华子都装进兜里。说来也有些邪乎，就是晚班的时候，有工人经常看见几个人低着头背贴着背蹲在机桩上，反正有不少工人都瞅到了蹲在桩机上的那几个人。再加上又是上夜班的时间，大伙都有些害怕，都不敢上夜班了，弄得工期耽搁了不少。那以前施工的时候有没有出过什么问题？没出什么事情。老范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慌，他有意的在隐瞒着什么。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，你今儿先到处转转，熟悉熟悉。对了，晚上有人敲门的话，你也别理，工地上乱糟的，什么动静都有，你要出点什么事，我可没法给你大伯交代。说完便走了。中午去项目部资料室，想看看之前的施工记录。请进。资料室里坐着个小姑娘。你就是新来的项目负责人吧？我叫白哥。你好，小白哥，我听说咱们工地好像出了点特殊的事情，你知道不？他愣了一下，连你也知道了？小白哥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一下子就捂住了嘴巴。百无禁忌，百无禁忌，呸呸呸！大中午的，你怕什么？那几个死人还真能回来找你不成？他有些紧张的走到窗户跟前，把窗户给关上。你不懂，有些话不能乱说的。这让我更好奇。那你就跟我说一下嘛，省得我犯了什么忌讳。他犹豫一下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工程拖了很长时间，有好几个大的施工方都接手过，一直都不怎么顺利。后来转包到范总的手上，但施工没多久就出事了。先是上夜班的工人经常看到工地上有人爬来爬去，摇头晃脑的，后来看到的人越来越多，弄得现在工人们压力很大，都拒绝上夜班。这还没完，每到半夜的时候，却能听到工地上传来打桩的声音，甚至经常有人挨宿舍的敲门或者敲玻璃，责问宿舍里的工人为什么不去上工。这么一闹，跑了不少工人。再这么下去，这工程大半又要黄了。我突然感觉房间有些阴冷怪瘆人的。你先去忙你的吧。小白哥回到座位，我走到窗户边上，刚打开窗户，看到外面有个人，我当场被吓得不轻。你在和谁说话呢？要你管。再说了，你是谁呀？趴在这干嘛？我是新来的监理，去哪儿报道啊？他妈的，差点吓死老子！我领着你去吧。我叫李月，今年刚大学毕业，来这边实习。我听出他的口音。咱俩是老乡。真的吗，哥？那你可多照顾我。说完，他掏出2盒芙蓉王给我，我没有收。在工地上，中华是硬通货，芙蓉王办不成事儿。他愣了一下。那我去买。我赶紧拦下他，觉得这家伙有点儿憨直，不过这样挺好。我不太喜欢精明的人，因为他是我同乡，便安排在我的宿舍。算你小子运气好，不用和工人挤铁皮屋。李月一个劲儿的谢我。哥，咱这窗户上贴这么多报纸干嘛？我这才注意到屋里的门框玻璃和窗户上都被报纸贴得严严实实，可能是防人偷看吧。不喜欢你就撕了吧。李月3下5除2就把报纸都撕了下来。午夜，我听见工地上敲机桩的声音，心想小白哥这不是骗我吗？这不是有人上夜班吗？敲门声越来越大。要死啊，大半夜的。敲门声才安静下去，外面又开始敲窗户了，并伴随着说话的声音。行了，别敲了。李月下床打着哈欠走了出去。我迷迷糊糊的看到窗户外头有2个人带着李月朝着工地那头走去，还剩下1个人趴在玻璃上盯着我，叽里咕噜的说些什么。我也没搭理他，继续睡。这一晚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到我站在桩基坑前面，突然从桩基坑里爬出来1个人，揪住我，把我扔进基桩坑里。我在水下感到一阵窒息，沉入桩基坑底，看到好多人，他们落在一起。于哥，你怎么了？做了个噩梦。我看了看手机，尼玛11点了，你怎么还不上工啊？昨儿大半夜的，有人来喊我上夜班，我跟着去了桩基那边，盯到凌晨4、5点。我想起昨天晚上的事，感情是叫李月上夜班。工地上就是这样，
之前耽误了不少工期，这会儿2班倒，往回找补呢，你就受累担着吧。那有加班费没？有个屁！土木真尼玛苦逼啊！就这么一连几天，每天半夜都有人来敲门，叫李月去上夜班。这天晚上，我回到宿舍的时候，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在我门口蹲着，干嘛呢？那人扭头看了我一眼，撒腿就跑。他妈的，这狗东西在我宿舍门口烧纸，去你妈的！我记得他是3段的一个工人，绰号叫平起子，回头再找你小子算账。不一会，李月回了宿舍，我看李月精神状态不太好，要不要给你调个白班啊？这么下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没事儿，昨儿他们告诉我，就快完了。完了？什么完了？装机快打完了，快完了。扯淡，还早着呢。这天我在宿舍带到平起子了，可算找着你了。你特么的是不是有病啊？在我门口烧纸，你晦气不晦气？平起子支支吾吾的，就是不说话。我脾气上来了，照着他脑袋就给了他2巴掌。别找我，别找我！临走的时候警告他，再特么让我带到你去我门口烧纸，我弄死你！本来是说句玩笑话，没想到第2天平起子真死了。大概上午10点半，工地上一个打桩机的钻头掉水下了。当时桩机施工的位置已经定了，也只有这么一根桩机，这下只能找人捞了。工地上有种行当叫做水鬼，是专门负责打捞钻头，水下上来2万，上不来200万。水鬼有现成的，就是平起子。他套上潜水服的时候，我想起梦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本以为这么危险的工作报酬怎么也得几万，后来我才知道我太天真了。平起子捞一次钻头2000块，要是不信了另说。就像所有故事都会有一个意外一样，平起子下去没多久就出事了。等捞上来的时候，我还记得他的眼睛盯着我，毛骨悚然。桩基坑很快就被木板给围上了。1个多礼拜以后，晚上我回到工地，灯都亮着，但却没工人上工。远远的看到桩基坑那边有几个人蹲着，人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有个人抬头看了看我，似乎有些眼熟。哑巴了！我正来气，就朝着那边往过走。于哥，于哥！我扭头一看，是小白哥。小白哥后面都是工地工人，这些人都面露难色。小白哥看我要骂人，把我拉了过去。每个人都像是知道要发生什么一样，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传了过来。来了，又他妈来了！打桩的声音突然就变大了，所有人都面露恐惧，周围安静的连呼吸声都听得到。我仔细看到了桩机那边有一小队人，有人拿着冲击钻，有人拿震动锤，还一个人拿着铁锹。我看向他的时候，他抬头冲着这边咧嘴笑了笑，笑得很怪，很僵硬。不知怎地，我看着这几个人都有些面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桩机不是已经封了吗？这几个人怎么就又开始施工了？于哥，你可别吓我，你看到了？我指着那边3个人。那3个人，你瞧不见吗？神？什么人？都特么瞎了！那打桩的那3个人不都在那桩基坑旁边呢？你们他妈的都看不见还是怎么着啊？说完便朝着对面走去。那边打桩的3个人也停下了手里的活，每个人笑眯眯的冲着我走了过来。完球了，他真看着了。你当我跟你们一样瞎？都装什么算呢？这么大3个人都看不到。突然有人把我扑倒在地，是小白哥。紧接着又来了好几个人，把我死死的摁住，滚起来绑在电线杆上。你们他妈的都疯了，放开老子！说话时几个大逼都扑了过来，我真特么怀疑这小子是用了吃奶得劲，我被直接给抽晕了。隐约中我看见那3个打桩人表情都极为可怖，眼神中透出一股怨毒的神色。经过我这么一闹，我见鬼的事情很快的就传开了。于哥，那3个人中有女鬼吗？你再上夜班，没准你或许能遇到。事后我越想越怕，要是当时没人拦着我，我走过去又会怎么样呢？过了2天，小白哥来找我。身体好些了吗？还好，就是偶尔会做噩梦。那上面几个负责人商量了一下，说是准备把那个桩基坑就那么填了。那特么的能过验收吗？好了，于所长，咱就别过不去了。你也不想这工程黄了吧？我点了点头，突然意识到什么。你刚叫我什么？于哥啊？不对，你刚叫我于所长。于所长是我高中的绰号，那时我调皮捣蛋，经常被班主任罚扫厕所，久而久之就有了所长的绰号。看把你美的，还所长？什么所长？灵异事件研究所啊，怪不得你能见鬼。
突然我感觉在哪儿见过他，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我不打扰你了，你休息吧。临走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你睡下铺还是上铺啊？下铺。还是睡上铺吧。为啥？哪那么多为啥呀？好，我听你的。小白鸽走了没多久，老范就进屋了，身上那股黄硝的味道扑面而来。范叔，你还帮着搞黄硝啊？嘘，小声点。听说你小子最近见鬼了，跟叔讲讲。我就把前几天遇到那3个人打桩的事跟他说了一遍。有个大个子，块头很大，那是汉本尔，有把子力气，但脑子不太行。有一个戴着帽子，那是刘豁，老婆死得早，是个官夫。还有个戴眼镜的，年纪看着不大。哦，这个我有点印象，也是个大学生，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听他这么说便心安了，这3个人老范都认识，这说明我没撞鬼。范叔，那你可得给我作证啊，真不是我见鬼，别让他们瞎传了。范叔没说话，但表情有些阴冷诧异。汉本尔、刘豁，还有那个戴眼镜的大学生，死了3、4年了。我被吓一激灵，头皮发麻。那我真特么的是见鬼了。老范点了点头。这几天晚上有没有人敲门？有啊，每天晚上都有人过来敲门，让李月去上夜班。老范被吓一跳。那你呢？你去没去啊？我没去。一次都没去吗？没，一次都没。那还好。你睡下铺吗？今天都怎么了？怎么都问我睡哪儿？还有谁问过你？小白鸽啊，资料是那姑娘。老范脸色一变。资料是根本就是空的，哪他妈的有人啊？范叔，你肯定忙昏头了，人小白鸽都来多少天了？别信他，他会害死你的。我试着去找小白鸽，但资料室的门被木板全钉着，透过窗户往里面看，里面空无一物，根本就没有人在这里上班的迹象。后来我去找人事，直接说这儿根本没小白鸽这个人。恍恍惚惚我回到宿舍，李月回来了，她的精神状态有些不太好，一进屋就站在窗户跟前发呆。今晚你还去上夜班吗？她点了点头。哥，今晚我睡下铺吧。怎么了？上铺睡得不好吗？李月说了句我当时没听懂的话。今晚就要走了，下铺方便，省得翻上翻下的影响你。赶明儿我和他们说一声，让你别早2番了。哥，你真好，你是个好人。当天晚上我和李月换了铺，我睡上铺，他睡下铺。这一夜安静的有些可怕，半梦半醒间，我又听到了敲玻璃的声音。上空了。我看到李月起身推开门走了出去，我想叫李月别去，可浑身使不上劲，像鬼压床一样，意识清醒，身体却动弹不得。韩本尔领着他朝着工地的方向走去，刘豁恶狠狠地盯着我。你不去吗？你不去吗？你凭什么不去？戴眼镜大学生也跟着咒骂起来。跟我走，快跟我走！两人见我没下来，眼神充满怨恨地离开了。过了很久，李月回来了，直接就躺倒在床上。不一会，门又被打开了，走进来的还是李月。这次他没有直接上床，而是站在床前恶狠狠盯着我，犹豫了好久，最后朝下铺躺了上去。我惊悚恐惧，但我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来。为什么会有2个李月？我想探出头，看下铺到底有几个人。此刻我感觉下铺同样有1个人，也正恶狠狠注视着我。我终于醒了过来，小白鸽又出现了。李月死了。怎么就会死了呢？我立马跑向外面，看到李月被抬上救护车。是我害死了他，是我害死了他。别瞎说，这跟你没关系。如果不是我和他换了床铺，死的人应该是我。因为昨天晚上我看到了2个李月，他们都睡在了下铺。这2个李月肯定有1个不是人。忽然我想起老范的话，你也不是人，对不对？这重要吗？你要害我？我这话说出口，当时就后悔了。如果他要害我的话，又干嘛提醒我换床铺呢？小白鸽一脸失落。是不是老范跟你说的？我没说话。我知道了。说完便走了。我不知道该相信谁。老范说小白鸽会害死我，可小白鸽却提醒我和李月换床铺，是他救了我。他们2个到底谁有问题？不久之后，警察过来找我，大概和我说了一下李月的死因。他的胃里都是混凝土，是活活给撑死的。怀疑李月可能是精神状态有问题。出事前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？我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上夜班导致的？太累了，可能出现了幻觉，导致精神。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这工地上从来没有夜班。可能从李月上夜班那天开始，他的精神就出现了问题。我这才后知后觉，
想到小白哥之前和我说的工地上的传闻，原来他没骗我。自从工地上开始传死去的人回来以后，就再没人敢上夜班了。而叫李月去上夜班的人，正是死去的憨奔儿、刘霍和戴眼镜的大学生。怪不得平起子要在我门口烧纸，他肯定是看到了什么。我要去找老范，第一次见面他就曾经警告过我，他一定知道些什么。我火急火燎跑到老范的办公室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办公室里不单单有老范，还有小白哥。老范呆坐着，脸色发青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知道打生桩吗？没等我开口，老范痛哭起来，懊悔的捶打着桌子。我以前听村里的老人提过，打生桩是一种极其黑暗丑陋的陋习，已经被废除好多年了。被用作打生桩的人，又被称之为人柱，用于祈祷工程顺利开工。你太天真了。难道这里也有打生桩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意外，那是个意外，他不会放过我的，是我害了他，是我。工程从我接手那天起，就出现了各种意外，尤其是最关键的那根支撑地桩，怎么也打不下去，为此工程停了好几天。后来我们请了风水先生过来看，结果都无济于事。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打生桩。以前我就听老师傅说过，这个工程是我接手的最大项目，我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里面，绝不能出任何问题。结果意外偏偏出现了。当时施工队里有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安全员，在这实习，每天勤勤恳恳的工地上巡视。可有一天，他掉进了一个桩基里，这是个大事，但我不敢声张。于是我做了这辈子最错误的一个决定，我给了那几个工人一笔钱，和他们说，正好没人打生桩，埋了把石头混凝土下去。那个奄奄一息的安全员就被打了生桩，之后工程也并没有变得顺利，反而怪事频出。最开始死的是憨奔儿，工地上一个混凝土搅拌机停了，他钻进里面去检修，结果搅拌机突然动了起来。接着是刘霍，开山的时候有个哑炮没炸，他走过去检查，结果炮炸了。最后是戴眼镜大学生，塔吊的绳断了，上面吊着重物正好砸中了。死的这3个人，就是当时把安全员埋了的3个工人。从那以后，憨奔儿他们每天都会来敲我的门，让我去看工，这是我的报应，我逃不开的。老范说完，像是听到了什么，风一样的朝着外面跑了出去。我和小白哥一起去追，下一幕我直接被吓傻了。老范的身子被塔吊勾住了。范叔，我看到塔吊那边站着3个人，憨奔儿、刘霍、戴眼镜大学生朝我招手，我被吓得连连后退，拉着小白哥要跑，但小白哥却挣开我的手。不要忘记我。说完便朝着那里走了过去。小白哥，小白哥，后来工地上打生桩的事情被曝光，大伯听闻此事也赶了过来。我和他说起老范的遭遇，他一脸诧异。老范在半年前就因为在家炒制黄硝，不慎被炸死了。不可能，上个月我来工地的时候，就是他接待我的。大伯直接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则新闻。3月12日，范某私制炸药案发生爆炸，一栋2层楼房全部坍塌，范某当场殒命。哪怕死了，都逃不过报应吗？被炸死的范叔，最终还是回到这里来赎罪。封校7天，我们所有人都收到一条短信，请遵守这25条规则，等7天后学校解封方可离开。提前离校的同学将。高数课上的好好的，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不要回答老师的任何问题。老师如果拖课，请无视。下课后不允许在教室逗留，不允许逃课，在教室里保持安静。图书馆是绝对安全的，一次最多只能待2个小时，在图书馆必须保持安静，不然会被管理员惩罚。宿舍是绝对安全的，但只在晚上8点到第2天早上8点是绝对安全的。自习室是安全的，一次最多只能待1个小时，同学之间可以交流，但自习室里的同学不一定是正常的。如果里面的人不主动开门，外面就没有谁能进宿舍。晚上11点以后查寝，不要给查寝的人开门。晚上睡觉别主动关灯，灯会自己关掉。在宿舍走廊上看见戴红色高帽的人，马上向宿管求救，在此期间不要回头。在宿舍内有问题找宿管，在宿舍外有问题找辅导员。别去校长办公室，别吃食堂的肉包子，远离校园里的猫，千万不要喂猫，因为你无法选择拿自己的什么喂猫。学校里没有狗，远离看见狗的人。警惕学生会，学生会里没有人。晚上12点后不要出宿舍，要等到天亮才行。在被歼灭的宿舍中，不要吃里面的东西，也不要跟里面的人说话，别跟学校洗手间隔间里的人说话。睡觉的确保你的舍友都是正常人，如发现异常，说一句狗在外面，把出去的人关在门外，尽量保证你舍友的安全。单枪匹马不太容易活下去。无论何时，别吃太多，别太贪婪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。坚持7天，7天后学校解封，坐上17路公交车离开这里。
在学校解封前，千万不能离开学校。我看完这短信，抬头环顾四周，教室里的同学们面面相视，想必都收到了这个短信。我刚想跟我的舍友鸡哥说话，在教室里保持安静。我闭上了嘴，打开微信，在宿舍群发信息：你们收到短信没？呐，恶作剧呢，我才不信。恶作剧不至于全班都发吧？鸡哥，你不信？那你站起来吼一声，看看会不会死？滚！虽然说很不科学，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无法用科学解释，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。教室里暂时没有人发出声音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。我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那哥们刷抖音刷得忘了，估计都没看见短信。那笑声在教室里显得尤其突兀。老师停止了讲课，机械般冷笑几声。老师嘴角上扬的弧度让人害怕。教室里没人敢发声。不尊重老师就要付出代价。高数老师说完，那个刷抖音的男生就不动了，他目光呆滞，缓缓抬头，身体逐渐向上升起，最后被吊在了教室半空。男生的身上细缓滴下来红色的不明液体，我吓得倒吸一口气。有些胆小的女生叫了出来，结局自然也是一样的。教室里重新回到死寂，老师继续讲课。我们宿舍群中炸开了锅。什么情况？短信是真的？我决定了，下课我就去图书馆。没想到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图书馆，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。那我去自习室看看情况，说不定能搞到新消息。薛豹老大，你真是英雄啊！我们宿舍里的几条狗命都要靠你吊着了。不要随便说狗这个字。锤哥，你不会能看见狗吧？去你的！吓我一身鸡皮疙瘩。我一直在鸡哥旁边，你不要污蔑我。我作证。下课铃响起，高数老师仿佛没听见铃声，甚至还喊同学回答问题，不要回答老师的任何问题。老师如果脱课，请无视，下课后不允许在教室停留。我们宿舍6人拿起东西就往外跑。从现在开始，今天算是第一天。坤少、瑞克无去了图书馆，原本打算一起逃课的顶针和鸡哥硬着头皮接着去上课，而我决定和薛豹去自习室打听消息。在进入自习室之前，薛豹提醒了我一句：自习室里的同学不一定是正常的。自习室热闹得很，大家叽叽喳喳的，这里的所有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7天而言，只要遵守规定，就不会出什么事了。一位穿着背带裤男生开口说道：没那么简单。旁边的女生开口道，薛豹也加入讨论。现在我们已知的威胁有3个，老师、查寝的和学生会的。显而易见，还有未知的威胁。一位穿戴着黑色帽的男生走过来说道：我叫树枝，我叫你太美，我叫苏珊。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自己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图书馆、自习室和宿舍是安全的，我们为什么要逃到图书馆、自习室和宿舍？我们在躲避什么？薛豹，不愧是薛豹，一针见血。你太美，倒吸一口气。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来什么了？死去的同学，我刚刚在路上看见了我的同学，可他明明已经死在了课堂上。那他有对别人进行攻击吗？你太美摇摇头。我们陷入沉默。死去的人再次完好无损的出现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这时自习室走进来一位新同学，当我看见他的脸后，我吓得体温骤然下。是上节课在我后排刷抖音的男生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看见他坐到了旁边空位上，像一个没事人一样，跟那边的同学有说有笑。我看向薛豹，薛豹皱起眉头，明显也注意到了那个人。自习室里的同学不一定是正常的。我脑海里再次想起这句话，我在心里隐隐约约产生一个结论：死人不会对活人产生威胁，但他们的存在也绝非没有意义。那他们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有个不成熟的结论，死人不会直接嘎人，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通过某种手段间接嘎人。我同意树枝。听到树枝的话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死人喜欢间接杀人。现在是第一天，自习室内正常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的，越到后面，自习室交流的意义就越小。到最后，我想自习室内大多数人的话都不能相信。不如我们出几个我们自己的问题，下次见面时互相问一遍，如果有谁说不出来，谁就是内鬼，那就终止交流，如何？苏珊建议道：你能保证人嘎了，记忆就没了。我反问：你去打探打探那个家伙。薛豹朝我使了一个眼色，让我去打探死人，我才不要，我害怕。没事的，
这里是自习室，也对自习室是安全的。我壮着胆走到那个男生面前，兄弟，问你个事成不？什么事你问？那家伙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，我放心不少。接着问，你上节课上的是什么课？大学物理呀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下次再来呀。得了吧，我才不要再看见你。我回到座位，将情况告诉了薛豹他们。大概可以确定此人的记忆是混乱的。于是苏珊给我们出了3道题。学校3号食堂的关东煮不错，你们都喜欢吃什么？白萝卜、可乐、香精煎鱼、篮球。3号食堂并没有关东煮。你们最近都看了什么电影呀？你有带餐巾纸吗？学校里没有乌鸦。哈姆雷特。我挺喜欢唱跳、篮球。得了吧，装什么高雅？你们晚上大概几点睡觉？朕半夜不能寐，关灯就睡。我最近养生。凌晨2点半。月亮不睡，我不睡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快要到1个小时了。自习室里的人也已经陆陆续续先后离开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诸位保重。我跟薛豹离开了自习室，我跟薛豹走在校园里，感觉和往常没什么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想活下去，仅仅遵守规则是不够的。遵守规则这件事是机器最擅长的。我想等到最后，在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，我们还必须要灵活，要会变动。走着走着，薛豹突然给我来了这么一句话：我们该怎么灵活，怎么变动？还不太清楚，但生存绝非易事，我们必须拼了命才有机会活下去。我有预感，不破坏规则的同时，我们还要自己搞出一点新东西，在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，建立能让你活下去的新规则。我真是上辈子积德，让我碰见薛豹这么一个朋友，跟高智商的人在一起，感觉我的智商都被升华了。薛豹，我决定了，我嘎了，都要跟你埋一块，等几千年考古后，跟你放在一个玻璃罩里面展览。别，我这人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，我只允许女人跟我埋一块。见私忘友吧，我都没嫌弃你，你倒嫌弃我了。不知不觉跟薛豹走到了食堂，吃完饭应该就能回宿舍了。食堂里亮如白昼，与往常不同的是，每个餐口都提供肉包子，别吃食堂的肉包子。短信上不让我们吃肉包子，但肉包子还是这样明目张胆的提供。到底是谁需要肉包子？会买肉包子的都是谁？注意点买肉包子的家伙。薛豹跟我想到一块去了。薛老大、锤哥、鸡哥和丁震着餐盘坐到了我们对面。我和鸡哥今天上课看见了不得了的东西，简直3声不幸，吓坏了我水灵灵的大眼睛。这时坤少和瑞克吴不知道从哪里走过来，坤少对丁震正腔圆地说：请开始你的故事。我们在课上看见学生会的了，接下来让鸡哥讲吧，我看他挺积极的。上课的时候，有个学生手机铃声响了，那个人就接电话，老师说要惩罚他，他就把老师嘎了，没了。了。你能不能详细一点说？那么快赶着去投胎呢？我详细讲。你说我墨迹，你真是善变的男人。还是我来讲吧。那个学生眼神空洞，表情僵硬，如生锈的机械般缓缓站起身。那个学生如气体般穿过课桌和其他学生飘到老师的面前，拿出了一个正方形的盒子，盒子不大，每个面大概只有2个手机那么大。那个学生竟然拎起老师，把老师硬生生塞进了盒子里，全部塞了进去。台下的学生就眼睁睁看着一个人被挤压的变形扭曲，流了一地的红色液体。那个学生面无表情做完了这一切，然后同手同脚走出了教室。我和鸡哥当时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因为还没到下课时间，所以坐在教室里的人只能承受恐惧。你怎么知道那人是学生会的？盒子上每个面都写着学生会3个字，但学生会的人跟正常人和死人都有点不一样吧？走在路上能看出来吗？能。薛豹得出结论，学生会或许不擅长伪装，但他们极度危险。学生会里没有人。我想起短信上的信息，学生会的人会攻击我们吗？你们只看见他攻击老师吧？他坐在那么多学生中间，不也没有攻击学生吗？坤少问了一个白痴的问题。既然你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待会回宿舍帮你收拾收拾，你去学生会睡吧，等你去世了，我再接你回来。鸡哥是睚眦必报的人，终于找到机会对了坤少一句。薛豹想了想说，学生会既然存在，他是不可能不动手的。我觉得有2种情况。第一，学生会攻击需要条件，比如得罪学生会就是给了学生会攻击的条件。第二，还没到时间。什么是没到时间？这次我听明白了薛豹的意思，便向坤少解释道，就是前几天不动手，等最后出手把咱们一网打尽。完了。
别这么消极嘛，也就7天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要说消极，最消极的还是瑞克吴，他最近都开始看棺材要翻盖还是滑盖的了。有没有触屏的推荐一下？听到这话，薛豹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尽量保证你舍友的安全，单枪匹马不太容易活下去。我突然间意识到这句话的作用，如果没有薛豹他们，我可能连1天都撑不下去。我们一定都要好好的活着离开这里。吃完晚饭已经8点，我们朝宿舍走去。头一次觉得天黑的这么可怕。有人看见狗了，快跑！前方人群中不知道哪个女生喊了一声，随后人群向四周飞速散开，我们也往回跑，但我发现薛豹没有动。薛豹，你疯了，还不快跑！你们先走，我在远处看看。富贵险中求，我必须尽快掌握最多的信息。如果我出事了，你们别手软。放屁这么久了，你还不了解我们？你嘎了，就凭我们这几个的脑子，1天也活不下去。我也留下来，要嘎一起嘎。这石坤少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。刚刚去食堂的时候，我看见了这女孩买了肉包子，当时我一脸懵逼的看完了她买肉包子的全部过程，我还想这姑娘个子小小的，想不到挺猛的。听完坤少的话，薛豹突然说：“快跑！”一路50米冲刺的配速跑回到宿舍，才敢松了一口气。为什么突然要跑？看见狗的人能招来学生会。薛豹话音落下，温度都仿佛骤然下降了好几度。但在食堂的时候，为什么？我还不清楚。现在只能得到2个不完整的信息：看见狗的人会吃肉包子，看见狗的人能招来学生会。也许看见狗的人也是学生会的攻击条件。不管了，其他事情明天再说。不到明天早上8点，我死都不会出宿舍。不光如此，你们也不准出去。谁要出去，就是跟我坤少过不去。坤少锁门，背贴着门宣布道：“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夸张，我们也没有人想出去。宿舍里有独立卫浴，我们没必要出去。晚上11点以后查寝，不要给查寝的人开门。”快到11点了，我多少有些忐忑不安。再看看舍友们，不过强颜欢笑吧。鸡哥，你能不能别打游戏了？快要11点了，要查寝了。由远及近，传来一阵规律的脚步声。靠近楼梯口的宿舍门被敲响。开门，查寝，有人在吗？这是一道带着回音的女声，没有人回答。门再次被敲响，一次又一次，敲门声越来越大，最后达到震耳欲聋。这哪里是查寝，这是逃命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外面在搞爆破。过了10分钟左右，声音停止了，脚步声朝下一个寝室移去。救命！人家好怕。鸡哥咽了咽口水。我看我们宿舍的门年纪比我还大，一把老骨头能扛得住折腾吗？坤少拍了拍门，没轻没重的走开走开，伤着门，你承担责任。鸡哥推开坤少，我们6个人围坐在桌旁，目不转睛看着门，同时听着门外脚步声来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脚步声停在了我们宿舍门口。开门，查寝，有人在吗？还是那道女声，还算礼貌的敲了3下。我们心知肚明，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接着，果然敲门的动静越来越大，肉眼可见。宿舍的门被敲醒时，都狠狠朝内凹陷，每一个敲门都让我想起陨石撞击月球。神奇的是，宿舍门向内凹进后，随后又立马恢复了原状，像有弹性一般。我们6个松了一口气，除了耳朵受一点折磨之外，好像也没什么。看来查寝也没那么恐怖嘛，只要不开门就行了，哪里会有傻子开门呢？10分钟左右，查寝走了，暂时安全了。哦，让我们用掌声感谢门大哥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就嘎笑翘了。门啊门啊，没有你，我们可怎么活啊？爱你么么哒。分手抱住门，狠狠在门上亲了几口。就在我们宿舍高兴的时候，突然隔壁传来一阵门锁弹开的声音。不会吧，还真有傻子开门。紧接着传来一帮男人的尖叫声，大概持续了5秒左右。这层楼又重新恢复了死寂。出什么事了？除了那个宿舍的人之外，没有人知道。脚步声继续移向下一个寝室。咋回事吗？门大哥，你究竟靠不靠谱啊？如果里面的人不主动开门，外面就没有谁能进宿舍。但如果里面的人们主动开门了呢？为什么要开门？是谁开了门？气氛再次沉重起来。薛老大，你给我分析分析，安慰我幼小的心灵一下。坤少将目光投向薛豹，我问你们那些死人晚上会不会回宿舍？你的舍友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出了事，埋伏在你的身边，在查寝时找准机会打开地狱的大门。不是说宿舍里绝对安全吗？瑞克吴连都吓白了。宿舍里绝对安全，这话没问题，又好像有点问题。既然如此，提供的信息一定正确吗？规则一定要遵守吗？
出了事的舍友该怎么处理？还有看见狗的人为什么能看见狗？他们还活着吗？今夜注定夜不能寐。第二天，舍友们陆陆续续也都醒了。坤少和瑞克吴还是老样子，没有课，准备往图书馆窜。今天薛豹也打算去图书馆看看，而跟我同样苦逼要去上早八的还有丁震和鸡哥两人，但他们跟我不顺路。看来这节课我注定只能一个人了。大家时刻保持联系，注意安全。还有8点后就别回宿舍了。薛豹如同老母亲一般再三嘱咐我们。我打开宿舍门，看见昨天晚上在查寝时开门的宿舍门已经变成了白色，苍白如墙纸一样的门让我感觉阴森森的。从白门中陆陆续续走出几个有说有笑的学生，他们看上去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，但他们绝对已经不正常了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被歼灭的宿舍？白色宿舍里，其中一个人跟我采招，我皮笑肉不笑，敷衍了一句，跟这么一个宿舍靠那么近，简直是让我毛骨悚然。我明明已经提前10分钟到教室里了，但没想到同学们这么卷，教室里坐满了人，仅仅还剩一个座位。你们来这么早，不违反规则？好像规则也没说不可以。我只好坐到唯一的空位上。坐下后，我才发现我旁边的人居然是昨天高数课上刷抖音的那哥们。现在我感觉自己留下来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算了，反正在教室里也不能说话，他总不能来烦我吧，大不了下课我就走，离他远一点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准备还挺充分，给我传来小纸条，纸上写着：我记得你上次问了我问题，作为回报，你下课跟我去吃饭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刚刚想要拒绝，他又给我递来一张纸条，纸上写着：拒绝我的人都嘎了，我不是在威胁你。你这还不算威胁我？我不知道这些家伙都有什么手段，眼下只能先答应他。我点点头。下课后，我走出教室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，对那家伙说：你等我一下，我上楼拿一个东西。他对我奇怪的笑了笑，说：不要逃跑，你跑到哪里我都能找到，而且你会受到惩罚。不跑，你等我半小时就行。行。我快步朝4楼辅导员办公室跑去。进门后，我把情况告诉了辅导员，辅导员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给了我一张纸，然后招招手让我离开。站在辅导员办公室门口，我打开纸条，纸上写着3行字：1. 校长办公室可以去，但不允许说校长办公室可以去。2. 让不正常的学生去校长办公室是正确的。3. 不正常的学生记忆是混乱的，他们早已经忘记了规则。这张纸在我看完后迅速化为乌有。我的生路只有一条，让那家伙去校长办公室。但我怎么样才能让他去校长办公室？直接说还是回到那家伙旁边？我开口道：校长让你去办公室。校长办公室可以去。他反问我。那一刻我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他不会已经发现我在给他下套吧？我刚想回答可以去时，又想到纸条上写的不允许说校长办公室可以去，于是我改口道：你快去啊，校长找你呢，动作快点，不是要吃饭吗？我都饿了，我等你半小时，你不回来我就走了。行吧。看着那家伙离开，我依旧死死绷着一根神经，如果他完好无损回来了呢？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他千万别回来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万幸半小时过去了，他没回来。通过此事，我得到一条信息：校长办公室是处理不正常学生的正确地方。我将刚刚得到的信息在宿舍群中发了出去。离吃午饭还有一段时间，我打算去图书馆坐坐，但图书馆又是爆满，我只能牺牲一下，去自习室躲躲也行。走进自习室，我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。我不打算跟别人攀谈，只是坐在位置上听着。自习室跟昨天不一样了，昨天的自习室中，大家是把自己知道的与别人无条件分享，而今天你想得到信息，就必须拿信息交换，白嫖信息的人会被孤立，甚至会被提供错误信息。自习室交换的信息用的是手机短信。我有关于狗的内部消息，要不要我拿消息跟你换？我要处理不正常的人的方法，没有就走吧，我不换。这个消息可是我拼了老命搞来的，要不是宿舍里有个人有问题，这个消息我烂在肚子里也不会告诉别人。处理不正常的人的办法，巧了，我有啊。我走过去对那个人说：老兄，你消息可靠不？肯定比你可靠。我有你要的消息。真的假的？我问了一圈了，也没人知道，你别骗我，不然我……他朝我挥了挥拳头。就这样，我得到了关于狗的消息。不得不说，这老兄还蛮实在的，给我提供了那么多条
不要跟猫对视，对视后必须喂猫，拒绝喂猫的人会看见狗，看见狗的人是学生会的走狗，看见狗的人是活人，看见狗的人协助学生会处理掉25个人可以回归正常，看见狗的人能在天黑后招来学生会的人，看见狗的人一天只用吃1次肉包子。这信息不容易搞到吧？你怎么做到的？我吃惊地看着他。等我测试完你的信息是否可靠后，我就告诉你。还搞神秘？我也没有再追问下去，只是把短信内容复制到宿舍群中。看见关于狗的消息后，宿舍群里一下子热闹了。锤哥，你今天一下子搞那么多信息呀，牛！信息可靠不？毕竟薛老大都没摸明白狗是怎么回事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比没有好吧。我再分析分析这些信息。中午还是老地方吃饭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的确要到吃饭时间了。我走到食堂时，鸡哥和丁震已经到了。今天你们有没有在课上看到什么？鸡哥摇摇头说，那种是天天让我看，不是要我小命吗？这时坤少、瑞克吴和薛豹才姗姗来迟，有什么收获吗？我问薛豹，坤少插嘴道，确保自身安全就是最大的收获，我正常，你正常，大家才能都正常。好像有道理。这时我手机突然响了，拿起一看，是今天跟我交换信息的人给我发的信息，只有短短5个字，我曾经是狗。他曾经是看见狗的人，也就是说他在短短1天不到的时间，由看见狗的人恢复了正常。他协助学生会处理了25个人，在短短1天不到的时间内，那家伙是个狠人，为了活下去挺拼命的。我将手机拿给我的舍友们看，大家都沉默了。现在可以确定信息是正确的，天黑后很危险，天黑后尽量不要在外面逗留。吃完饭后，我去教室里上下午的课，但这节课没有之前的课那么容易上。我发现课堂上总有几个人无端骚扰他人，引诱他人发出声音。那几个人想要让别人违反规则，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第2天相比第1天，生存难度在加大。好不容易熬到下课，我急匆匆就往洗手间跑去。解决后，就在我洗手时，从隔间内窜出来一个声音：同学，你有带多余的纸吗？别跟学校洗手间隔间里的人说话。我没理会，打算离开。这时那声音再次传来：有必要遵守规则吗？也许想让你死的就是规则制定者。一味顺从规则制定者，结局注定是死路一条。遵守规则的会死，不遵守规则的也会死，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。我又驻足了一会儿，却没有听见那声音再次响起：遵守规则也会死吗？突然间，我脑海里闪现一个规则：不要轻易相信别人。这里的别人指的是谁？若除我之外皆是别人，那么规则制定者也是别人。但洗手间隔间里的家伙说的就是真话吗？这一瞬间，我仿佛置身迷雾中，浑浑噩噩吃完了晚饭，然后回宿舍。在路上，我看见有人在喂猫，为了不变成看见狗的人，选择喂猫。我没敢仔细看，只是粗粗扫视一眼就离开了。那只猫发出给给的怪声，然后吃掉了那个人的双腿。走进宿舍楼的大门后，我刚刚爬上5楼，走上走廊，就看见一个男子背影。那个男生个子高的吓人，步伐诡异，最关键是他戴着红色高帽。靠，我今天这么背啊，果然好运气都在上午用光了。在宿舍走廊上看见戴红色高帽的人，马上向宿管求救。在此期间不要回头，我连滚带爬冲到楼下，敲响宿管的窗：救命，宿管阿姨，救命啊，我看见戴红色高帽的人了。说这句话时，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舌头在打结。我有一种感觉，戴红色高帽的人很恐怖，我甚至觉得他比学生会还要可怕。今晚你别回宿舍，在我值班室里睡觉。一个人，不然再找几个小可爱陪你。用了。值班室不在查寝范围内，但你没事也别开门，因为你不能保证戴红色高帽的人是不是站在门口等着你开门。晚上睡觉时，记住值班室绝对安全，千万不要离开值班室。如果看见了，他们告诉自己都是幻觉。宿管阿姨说完关上门，然后离开。宿管口中的他们是指什么？我有预感，今晚注定很难熬。我要一个人待在这狭小的值班室门外，说不定还站着戴红色高帽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吓得双腿发软。我将情况在宿舍群说了出去，今天你们就别等我了，因为我看见红色高帽的人，所以今晚要在值班室避难。看看值班室有什么纪念品，给我带一个。宿管阿姨说：有鬼，你想要几个？保重，再见。我一个人处在这个正正方方的狭小空间，仿佛被关进了盒子。等盒子，我想到了学生会的盒子，脑子里那个念头一闪而过，
不可能。就在这时，薛豹发起了群视频，值班室里居然还有信号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我接通后第一个说话的是坤少。锤哥，感觉咋样呀？值班室如果有漂亮女鬼，记得拍下来给我看看。说说值班室里的规则，我给你分析一下。我没理坤少，将宿管阿姨之前跟我说的话给薛豹重复了一遍。划重点，值班室里绝对安全，但是值班室里肯定会有东西让你怀疑值班室不安全，引诱你出去，你只要做到死也不开门就行。听上去挺简单的吧？我知道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突然进来一个人，我扭头一看，差点把我头吓掉。进来的人我认识，是被学生会装进盒子的老师。卧槽卧槽卧槽！咋了？我看见那个被学生会塞进盒子的老师了。假的，别理。我知道是假的，但他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实在是的慌了。你们知道不？他脸都变形了，我的精神在崩溃的边缘试探。时间到了9点半，那家伙还在看着我。我求求你了，你歇去吧，别看着我了，保护一下视力行不行？行，你看我是吧？你乐意看就看吧，长得帅没办法，我不看你就行。我扭头看向窗外，然后我就看见一张脸，那张脸的眼睛发着红光，正死死贴着窗户盯着我。那张脸的上面还有一个红色高帽。卧槽，戴红色高帽的人！我立马又将头扭回去，这回我看那个老师顺心多了，甚至还能感觉一丝丝的亲切。时间到了晚上10点，值班室里面奇奇怪怪的东西越来越多。我闭上眼睛，眼不见为净，我感觉自己仿佛一个高人，被妖魔鬼怪包围，却不为所动。锤帅，你在里面吗？我进来了。门口传来一阵声音，我睁开眼睛，看见张三走了进来。张三就是被歼灭宿舍里的那个跟我打招呼的人。值班室绝对安全，千万不要离开值班室。如果看见了，他们告诉自己都是幻觉。飞哥保持清醒，绝对不要踏出值班室一步。薛豹的声音传来，跟我自来熟的张三走到我身边，拉着我说：“一个人在这里多闷了，跟我出去走走吧。”我走不了。为啥？为了世界和平，为了闪烁的群星，为了香吃捞饭，为了食堂1块5一个的鸡蛋。但张三还是想要把我拖出门外。我警告你，你再这样，我就要用法律来制裁你了。局面十分混乱，张三抓住我的腿，想要把我拖出去，而我抓住对面老师的椅子，誓死不屈。谢谢老师，当初是我不识好歹，还嫌弃你吓人，现在我才知道你一直在惯着我，是你在默默守护我。薛老大，我咋办啊？要是那个老师站起身，我就完了。我正在担心，那个老师还真的站起来了。查寝的来了！电话里的薛豹大喊一声，张三一听，马上松了手，急忙往门外跑去，还顺手帮我把门关上了，危机解除。薛老大，不愧是薛老大，绝了！我也就是试一试，没想到真起作用了。薛豹松了一口气，别跟歼灭宿舍的人说话，他们跟戴红色高帽的人是一伙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冷汗直冒。我提醒舍友远离被歼灭宿舍的人。张三会不会再来啊？应该不会吧，时间到了11点，开始查寝了。只要宿舍里没有内鬼，查寝就没什么可怕的。查寝期间，我跟舍友在爆破声里聊天。今晚查寝有3个宿舍出了事情。怎么今晚那么多宿舍出事？不知道，图书馆明明爆满，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内鬼？等等，我们学校有多少学生？小几万吧。那图书馆有多少座位？薛豹这问题一抛出，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图书馆能有多少座位啊？用图书馆来衡量活人和死人的比例是错误信息。当图书馆刚刚开始出现空位时，就已经是很恐怖的情况，也许现在已经很不安全了。查寝结束后不久，又传来开门和关门的声音。放我进去啊！求求你们救救我！我不会招来学生会的，求求你们让我进去，不然我会被他杀死的！求求你们了！外面传来一个人绝望的声音：“你是看见狗的人，我们不会让你进来的，别想了。”回应他的是冷漠的声音。我们都在静静听着，没有说话。看见狗的人口中的他是指什么？看见狗的人为什么之前不给查寝的人开门呢？我挂断了视频通话，躺在值班室的地板上，我闭上眼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并不是因为害怕周围的妖魔鬼怪，也不是因为害怕门外戴红色高帽的人。我睡不着的原因是我感觉这些信息有所联系，而且我觉得我能找到这些联系。我如此认真专注思考，我好像知道了，狗不会给查寝的人开门，查寝的人跟戴红色高帽的人是一伙的，学生会跟戴红色高帽的人对立，所以
戴红色高帽的人进不去盒子，盒子就是值班室，被歼灭的宿舍害怕查寝，但他们跟戴红色高帽的人也是一伙的，所以张三会想让我出值班室，而学生会跟戴红色高帽的人对立，所以看见狗的人不会给查寝的人开门，看见狗的人口中的他指的就是在红色高帽的人。天亮了，今天是第3天，我完好无损。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我回到了宿舍，舍友也才刚刚起床。怎么样？我将昨天晚上想到的信息跟大家说了。今天我没有早八，我打算去图书馆。坤少也是这样想的。瑞克吴和薛豹今天早上有课去不了图书馆，丁震和鸡哥两人对视一眼，也决定去图书馆躲躲。我们都爱学习，我们都爱图书馆。丁震、鸡哥、坤少和我4人结伴朝图书馆走去。有人受不了了，翻墙准备逃出去呢。在路上听见有人在喊，不是说封校期间千万不能离开学校吗？谁知道呢？可能疯了吧？不遵守规则，下场可都摆在那里呢。看看去。鸡哥提议。我们4人不约而同点点头。校门敞开，却没有人进出。我看见一个男生带着一个女生走了出去，走大门的那对男女，他们头顶出现了红色高帽，背影消失在街道尽头。还有几个男生在翻墙，最后翻墙的几个男生在墙外发出恐惧的呼喊声。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。在学校解封前千万不能离开学校。走吧，别想了。我知道现在没有人能活着出去。特么的，刚刚那一下吓得老子都没心思学习了。进图书馆之前，坤少吐槽了一句，我翻了一个白眼，说的好像你原来有心思学习一样。图书馆很安静，一想到图书馆里都是正常人，我就放心不少。在图书馆坐了半小时，我突然想去洗手间，这次那个跟我借纸的家伙又出现了。同学，你有带纸吗？洗手间隔间里传来声音，我没有回答，也没有着急走。能借给我一张纸吗？不能跟洗手间隔间里的人说话，但没说不能借人家纸吧？而且图书馆绝对安全。我走过去，将纸从门缝里塞了进去。谢谢。制定规则的人是想把你永远留下的人，千万不要在学校待满7天，别坐17路公交车，别步我们后尘。我们恨学生会，我们恨戴红色高帽的人。说完后，那道声音没有再次响起。我之前递进去的纸出现在了我的脚下，我捡起来，发现上面有一行字：1、2、3、4、6、7，其中有一个数字跑掉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就在我打算把这张纸收起来，带给薛豹看时，那张纸在我走出洗手间后就消失不见了。在图书馆必须保持安静，不然会被管理员惩罚。我暂时没把刚刚的事情告诉坤少他们，我怕他们控制不住自己，然后发出声音。那个信息很重要，不能随便让别人知道，还是等晚上回宿舍我再公布。在图书馆待满2个小时后，坤少他们3个要去上课，正好薛豹下课了，于是我跟薛豹约好去自习室。运气不错，在自习室碰见了树枝，问题抛出，我们都回答正确，没有内鬼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决定用手机交流。最近有什么信息可以交换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关于被歼灭宿舍的信息。这个我有。我想知道出去的办法，你有吗？规则里不是写了吗？待满7天，然后坐17路公交车就能出去。看来树枝还不知道这规则不能信。那你有学生会的信息吗？比如学生会什么时候会对我们动手？有。于是我们进行了信息交换，得到了新信息。学生会在最后几天会展开无条件攻击，躲避学生会攻击的方法未知。规则制定者想把我们永远留下。洗手间的那声音仿佛再次在我耳畔响起。你之前说你想知道出去的办法，难道规则里说的离开方式有问题？树枝这人反应倒是挺快的，我就随便问问，如果能快点出去就好了，因为我听说有人翻墙出去了，以为他们有方法出去。别想了，他们都嘎了。接下来我们随便聊了一会，一些无关紧要的事。离开自习室后，我正要跟薛豹解释，毕竟以薛豹的智商，肯定看出我不正常了。等晚上回宿舍再说，我还能不相信你？薛豹对我笑了笑，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暖暖的。下午一转眼就过去了，我一心想着那张纸上的话，1、2、3、4、6、7，有一个数字跑掉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自己会不会记错了？就如同如果看一个字看久了，自己会对那个字觉得陌生一样。不遵守规则的会死，遵守规则的也会死。我又想起那句话，那如果我既遵守规则又不遵守规则呢？或许那是一条生路，不能当代宰羔羊，
不能让自己仅仅贴上被杀的标签，要选择性杀死规则。我选择杀死的规则是坚持7天，7天后学校解封，坐上17路公交车离开这里，在学校解封前千万不能离开学校。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离开学校？就在我思考的同时，教室里有人死掉了，用的是把人塞进盒子的残忍方式，动手的是学生会。有一个靠得近的女生被吓晕了过去，希望她能在下课前醒过来，要不然死路一条。学生会为什么动手？台上的老师依旧用木讷的表情讲课，发出声音的学生都被挂了起来。被吊起来的学生中有一个学生是不正常的，那个学生在之前已经被杀死了，但由于发出了声音，他再次被挂了起来，在半空挣扎着。下课后他被放了下来，身体恢复了正常，跟没事人一样有说有笑，走出了教室。我离开教室，赶往下一个教室。凑巧的是，上节课被吊死又被放下来的兄弟跟我同一节课，课还没上几分钟，他又开始作妖了，在第一排给老师来了一段必报，所以他又被吊起来了。他不会每节课都这样吧？辛苦辛苦。就在我在心里吐槽时，吊在半空那个人突然下来了。不是还没有下课吗？怎么回事？只见他飘到讲台上，拿出了学生会盒子，死的次数足够多会变成学生会。他把老师塞进了盒子，然后站在讲台上面向我们大家。他想干啥呀？不会现在学生会就开始无条件攻击了吧？我一阵紧张，谁知道他又来了一段 B-box。 鼓掌，不鼓掌的就要进盒子。台下响起如雷贯耳的掌声，真是服了你个老六，鼓掌一直到下课，手都快拍脱臼了。吃完晚饭，我迫不及待回了宿舍。等宿舍人都到齐后，我把今天在洗手间得到的信息跟大家说了。洗手间里的话可信吗？刚刚锤哥不说了吗？自习室有人说学生会最后几天会无条件攻击，自习室里的人说的就一定是真话。规则里说了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。瑞克吴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完全遵守规则，我不相信洗手间里的话。宿舍里突然陷入沉默，尊重每一个人，但我站在锤哥这里。于是宿舍里分为两派，丁震、鸡哥和瑞克吴是完全遵守规则的规则派，我、薛豹、坤少是不完全遵守规则的中立派。完全不遵守规则的叫啥派？去你的！这种屁话以后少说。接下来中立派坐在一起，规则派就自己玩自己的，互不干扰。我将信息说了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6、7，有一个数字跑掉了。如果没错的话，跑掉的数字是5。5跑掉了又怎么样？加上5，一共有7个数字。规则上说我们要在学校待满7天，而洗手间里的信息是千万不能在学校待满7天。那就是说，在7天之前，我们要找一个时间跑掉。我恍然大悟，跑掉的数字是5。然后呢？坤少还没连上网，今天是第3天，那我们第5天的什么时间跑呢？这时候，鸡哥走到我们旁边说：“我跟你们一起背。”你不是规则派的吗？我现在想要跳槽。你是25仔吗？就这样，鸡哥叛变了规则派，加入了中立派。卧槽！卧槽！卧槽！坤少突然发出一道声音，此刻我最能理解坤少的心情，因为这2个字我昨天也说了好多遍。怎么了？门关不上了，不是我弄坏的，我走过去就这样了。我去找宿管。说完，薛豹出了门，在宿舍内有问题找宿管。过了一会儿，薛豹回来了。宿管说，如果门坏了，就去白色宿舍借宿1晚，明天会有人来修门。白色宿舍指的一定是被歼灭的宿舍。我想到了张三，好在被歼灭的宿舍还挺多的，我们没选张三的宿舍。张三就让我们的孽缘到此为止吧。别忘了被歼灭宿舍里的规矩。薛豹提醒我们，在被歼灭的宿舍中，不要吃里面的东西，也不要跟里面的人说话。做了几分钟心理建设，薛豹敲响白色宿舍的门，里面的6个人都不问我们为什么，直接就热烈欢迎我们。我们没有人说话，走了进去。渴了吧？喝口水。有一个人递给我一杯红色不明液体，我摇摇头。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坤少，他那个人话多，还不太聪明。直到我看了一眼坤少，我才知道自己想多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坤少已经用透红胶带把自己的嘴死死封住了，不光不能吃东西，连话都说不了。没想到这里最聪明的是坤少。到了查寝时间，我们所在的白色宿舍门并没有被敲响，查寝的不检查白色宿舍，隐隐约约听见又有宿舍出了内鬼开了门。
在白色宿舍待了一晚上，其实还好，不说话不吃东西就行。夜里，我听见有人在跟我说话。你睡着了吗？我迷迷糊糊刚刚想回答，突然一惊，不能跟白色宿舍里的人说话。黑暗中，我隐约看见另一个人蹲在鸡哥身边，在问鸡哥有没有睡着。鸡哥那个傻子肯定会回话的。于是我在鸡哥没来得及回答前向鸡哥发问：鸡哥，你是不是暗恋我3年了？这下子鸡哥就是在跟我说话。蹲在鸡哥身边的人在黑暗中瞪了我一眼。后半夜我没敢睡，一直熬到天亮。今天是第4天，我们中立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搞清楚第5天应该在什么时候逃离学校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如果不能抓紧这最后1天，我们中立派就等于是全军覆没。我去洗手间寻找信息，我之前在洗手间找到过信息，比较熟悉。我去自习室，我脑子聪明，去自习室不容易被骗。我们呢？坤少和鸡哥眨着眼睛看着薛豹。你们去图书馆躲着，保证自己的安全就行。怎么不给我安排任务？是不是瞧不起我？鸡哥指着薛豹的鼻子说：我告诉你，我就喜欢你瞧不起我。就这样，我们各忙各的。一到图书馆，我就往洗手间走。在洗手间待了半小时，也没人跟我搭话。人呢？说话啊？业务这么繁忙吗？我换了一层的洗手间，又待了半小时，还是没人跟我说话。我失落的回到鸡哥和坤少的对面坐着，只见坤少对我狡黠一笑，甚至还在座位上扭了起来。吃了啥？这么高兴啊？我坐下后，坤少给我发了消息：我搞到信息了。可以啊，你怪不得那么高兴呢，原来是立了功在邀功呢。薛豹拉我进了一个新群，群名是中立派。我在群里问坤少怎么搞到信息的。有人跟我借纸，我就把1包纸全部塞给他了，然后他又还给我了。我打开一看，每张纸上都有字。你全过程没说话。别人跟我借纸而已，我要说什么话？说不借吗？我有那么小气？信息是什么？可以去看看。凌晨4点的月亮，运气好，狼群会放松警惕。从前有3兄弟站一排，中间的兄弟死掉了，旁边的兄弟笑哈哈，中间的兄弟不高兴，又撞死了一个兄弟，还有一个兄弟跑掉了。狼群对你吃的食物的味道很敏感，也许你有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不知道，纸上没写。你1包纸里面就3张，你遇到什么奸商了？你说有没有可能被我用了？今天你们吃早饭了吗？问这个干什么？今天所有人不允许再进食。为啥？不吃饭我会死的。狼群一定是特指某种危险，而狼群对我们吃的食物的味道很敏感。既然我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应对，那就不吃食物。妙啊，薛老大不愧是薛老大，接下来的破解就交给薛老大了。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宿舍的人都去了图书馆，还好来得早，抢到了座位。丁震和瑞克吴离我们坐得挺近的。接下来，薛豹在群里继续发消息。我们群里的信息不要跟其他任何人分享，包括丁震和瑞克吴。道理我都懂，现在我们中立派的利益已经跟规则派不统一了，虽然没有发生利益冲突，但人们就像，即使我原来跟丁震的关系那么好，现在不也还是坚定地站在自己的队伍上吗？现在就等薛豹把事情分析出来了。第5天凌晨4点出发，狼群指的是某种危险，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信息上说凌晨4点可以去看月亮，运气好，狼群会放松警惕。什么叫运气好？运气的好与坏是有概率的。按规则上说，我们在学校要待上7天，在7天里如果有狼群放松警惕的日子，那概率就产生了，也就是运气好。关键是哪一天狼群会放松警惕？还记得逃跑的数字是几吗？5。逃跑了？对，第5天就是那1/7的概率，也就是运气好，狼群放松警惕的时刻。中间的那个兄弟题我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没事，说不定是迷惑选项呢。别管了，我都迫不及待要逃跑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第5天逃跑的信息，那坤少的信息提供的就没有意义。信息环环相扣，我们实在是很幸运，在信息提供的偶然性中搜集到能拼出完整的信息。根据薛豹的分析，这次我们要杀死的规则是晚上12点后不要出宿舍，要等到天亮才行。离开图书馆后，丁震问我们一起吃饭，明天吧。坤少最近减肥，硬要拉着我们一起陪他。为什么突然减肥？他太胖了，跑不过学生会。丁震也没再多问，也许他也知道，就算问了也只能套出废话。没到晚上8点还不能回宿舍，于是我们4人并肩在学校散步，周围危机四伏，也不妨碍我们谈笑风生。兜兜转转来到食堂门口，
丁震和瑞克吴正好从里面出来。一起回去。行啊，我们没意见。我知道，这是我们和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回宿舍了。走进宿舍，入眼是一大片白色的门，看上去显得很凄凉。门已经被修好了。进入宿舍后，大家都看着手机，没有人说话，一直在讲机。还好丁震和瑞克吴没有开门。查寝结束后，鸡哥喊了一声：“狗在外面。”我们奇怪地看了鸡哥一眼。开个玩笑了。我知道鸡哥也已经不信任丁震和瑞克吴了，再过几个小时就要逃跑了。能不能成功我心里没底，要是洗手间的人骗我了呢？我越来越忐忑不安。现在是第5天凌晨4点，月亮很亮，非常亮。我不确定月光是希望的光，还是飞蛾扑火的火，等着我们自取灭亡。薛豹等人也醒了，除了一部手机，我们什么都没带。我要开门了，你们抓紧时间做一下心理建设。悄悄的，我打开了门，门外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出去后，把门重新关上。就在这一刻，丁震和瑞克吴彻底跟我们没有交集了。我们离开宿舍，校园里十分安静。我们朝校门口走去，大门敞开着，谁先一起走，宿舍门都关了，也回不去了。于是我们4人并排站在学校门口，我数1、2、3，一起迈右脚。我习惯先迈左脚。行，那咱们就先迈左脚。3、2、1，我们出去了。不仅仅迈了左脚没事，迈了右脚也还是没事。走去车站。到了车站，我们的心情再次沉重起来。车站里有3辆公交车，16、17和18号公交车。17号不能坐，正确的应该另外2辆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看哪个顺眼就上车吧。等等，我明白了。什么？16和18号公交车只有1辆公交车是正确的，上错公交车也还是会死。从前有3兄弟站一排，中间的兄弟死掉了，旁边的兄弟笑哈哈，中间的兄弟不高兴，又撞死了一个兄弟，还有一个兄弟跑掉了。17号公交车就是中间的那个兄弟，应该是这样。那我们上哪一辆？信息不够，我也不知道。早知道我就多去几趟洗手间了。没用的，我一天跑了18趟都没人说话，我们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锤哥说的没错，接下来就看命吧。我选16号。薛豹和鸡哥选了16号公交车，我跟坤少选了18号。也挺好的，咱们中最起码能有2个人能活下去。也不一定了，要是洗手间的人骗我们，我们就全军覆没了。去，晦气死了。鸡哥，你要是有幸能活下去，一定要管管自己的嘴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要不然迟早有人忍不住想扇你。行，说不定我们都能活下去呢。毕竟你说过兄弟提示迷惑选项嘛。就这样，我们分别上了公交车。凌晨5点，公交车启动。薛豹在中立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睡觉吧，睡着了，不管生死都轻松点。好，保重。好，保重。好，保重。我是被压醒的，我睁开眼，只见坤少睡倒在我肩膀上。我们活下来了，坤少，我们活下来了。我把坤少喊醒。卧槽，真的，卧槽！坤少大吼好几声。我们此刻正坐在学校公交站台的座位上，周围等候公交车的人用看待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们，我们不在乎。兴奋过后，我想起了薛豹和鸡哥，还有丁震和瑞克吴。我急忙拿出手机拨打薛豹的电话，可是一直无人接通。薛老大，我才说了3个字就哽咽了，是薛老大把我们带出去的，他自己却没能逃出来。坤少也抹了一把眼泪说：去学校看看吧，也许他们已经回去了。走到我们学校门口，却是荒芜一片。我着急地抓住一个路人问：这里的学校呢？路人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：这里哪里来的学校？马德，我们是被送到了哪里？坤少吼了一声：这里是 B 市啊，你们还能在哪里？莫名其妙。路人骂了我们一句就走了。手机响了，是我妈打来的。你人死哪去了？电话也不接。你们辅导员给我打电话说你昨天夜不归宿，你还上不上学？还有那个叫坤坤的同学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你俩死哪里浪了？我学校在哪？你喝了多少啊？自己打车回去大学。我妈气得挂了电话。浙大，咱上的是浙大吗？我问坤少。应该是吧。我们打车去了浙大，还是熟悉的校园，只是里面的人全部是陌生的脸。我们回到宿舍，宿舍里有4个舍友，但不是丁震、薛豹、鸡哥和瑞克吴。薛豹和鸡哥呢？坤少问。啊，薛豹鸡是什么？其中一个舍友回答：
另一个舍友走过来问我：“锤哥，你带着坤哥去哪里浪了？还夜不归宿，还以为你们失踪了。”就是真不够意思，下次记得带上我。坤少看了我一眼，问：“他们好像跟我们很熟。”别问了，也别多说。不想被当成疯子，就要遵守新规则。我的脑海想起一句话：融入大家，并且不要向任何人说那件事。